一路上商太太都不说话，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蓝鲸就有点担心婆婆会为了小姑子对海童做些什么事。毕竟海童这个外甥女对于商太太来说，感情并不深，她的感情天秤自然是偏向商小飞这个亲生女儿的。到了商氏集团，商太太径直走进办公大厦，蓝鲸刻意放慢脚步，然后打电话给商无痕。无痕，妈来了，很快就会到你的办公室。商无痕默了默后说道：我知道了，你别担心，妈生气会生气，不会做什么的。母亲可能还会觉得战印有眼无珠吧。自家妹妹各方面都配得上战印，但战印就是不爱，却爱上了海童。偏偏海童如今还成了他们的表妹。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，商无痕也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，大概率是不会让海童好过吧。总觉得是海童的存在才导致小飞的追求失败。我不上去了，妈的脸色太难看，我就在1楼的贵宾室等着妈，你劝着妈一点。知道。蓝鲸挂了电话，他没有上楼，就在办公大厦的1楼贵宾室等着。也不知道母子俩说了什么，临近傍晚下班时间，商太太才从楼上下来。妈，蓝鲸忙走出贵宾室。看婆婆的脸色依旧难看，就是那怒火没那么明显了，就蓝鲸略略的放下心来。晶晶，你把车钥匙给我，我自己回家吧。你在这里再等一会儿，和无痕一起回去。好。蓝鲸把车钥匙递给了婆婆。商太太接过车钥匙，绷着脸走了。那这些事情呢，海童并不知道。她和婆婆回到明苑花园后，公公就打来电话，催着婆婆回家。海童想留婆婆吃过晚饭再走，唐君夜婉拒了。我不回去陪着，你爸会连晚饭都不吃的。海童，妈先回去，你问问阿印回来吃饭不？她不回来啊。你自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用替她省钱的。咱们当妻子的要会花钱，她才有赚钱的压力。海童笑笑。那也要当丈夫的愿意给钱老婆花才行呀。遇到个凡事和你 AA 制的男人，真不如自己过呢。唐君夜走了。海童发信息问过丈夫，知道战印晚上不会回来吃饭，她干脆就跑到姐姐的租房去。海玲正在做辣椒酱，一进门就能闻到浓烈的辣味。海童受不了，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姐，这么辣的？海玲戴着手套，戴着口罩和一副平光眼镜。管城人流量大，人员也复杂，很多人都喜欢辣味的。海玲说话时手上动作不停。辣椒酱做得好吃，说不定回头客更多一点。管城人就不怎么爱吃辣，当然也有一部分人是喜欢吃辣的。整体来说，管城人呐吃的比较清淡，特别喜欢煲汤。酸豆角腌制好了，还没有豆角先晒一晒再腌制吧。海童不敢走得太近，太辣了，他环视一遍屋内，不见梁姨和洋洋，问道：梁姨带洋洋出去了？洋洋也不喜欢这辣味，就叫梁姨带他出去走走，等会儿再回来吃饭啊。彤彤，你这个时候过来，不用给战印做饭，你说去挑选晚礼服，买好了吗？海童走进姐姐家里的小厨房，看过食材后问过姐姐，就帮忙洗菜做饭，嘴上应着买了好几套。我婆婆帮我长眼的，她的眼光还真不错，选的晚礼服都很好看，就是太贵啊。她偷偷地问过店员，就婆婆帮她拍板买下的那套漂亮晚礼服，用她存款去买的话，顶多只能买2-3件。虽说是战印出的钱，海童都感到肉疼。那家伙花钱就真的是大手大脚，高收入就高消费，也亏得他之前能存下那么多钱，买了别墅，又在明苑花园买了房子。海玲嗯了一声，门铃响了。哎呀，彤彤，你去开门看看是谁，我手脏。海玲叫喊着让妹妹去开门。海童从厨房里出来，就走过去开门。应该是梁姨带着洋洋回来了吧？梁姨肯定，
你来做什么呀？站在租房门口的人不是梁姨和洋洋，而是周母。海童，你姐在家吗？我来找你姐聊聊天。洋洋呢？顺便看看洋洋啊。周母现在有点怕海童，这个时候来找我姐聊天，想蹭饭怎么？哎，你那个新的儿媳妇不给你做饭吃啊？不给你做海鲜大餐吗？那面对周母，海童就是忍不住出言讽刺。以前周母带着女儿一家子过来时，都是她和姐姐给他们做饭，一家子都喜欢吃海鲜，每次过来都要她姐买很多海鲜回来做海鲜大餐。他们吃饱了还要打包走，那等他们走后呢，周红林又会责怪她姐姐花那么多钱，话里话外是觉得该姐姐自己掏钱买菜招待婆家人。周母脸上有着难堪，因为住酒店太贵，周红林租了一套40两厅的房子，那一大家子住在租房里。每天呢，母亲和姐姐都想尽办法让叶佳妮下厨。叶佳妮是她的秘书，她有多忙，叶佳妮就有多忙，哪有那么多时间伺候母亲和姐姐？有时候她母亲一气之下就不吃饭，还会离家出走。当然，周母这种离家出走并不是真的出走，她只是用她的方式抗议儿子要和叶佳妮结婚的事。此刻呢，周母还真的没有吃饭，她怀念起海玲姐妹俩的厨艺了。海童，能让我进去吗？我姐在忙，没空和你聊天，洋洋不在家，你也看不到，请你先离开，下次要来看洋洋，麻烦你提前说个地点，我们会带着洋洋去你说的那个地方，让你看洋洋的。周母站着不动，她心里烦，就是想找个人倾诉倾诉，可她只跟光明小区的人熟，现在房子装修被砸，重新装修都还没有提上日程，不住在那边了。况且呢，就算住在那里，他出门遇到的熟人都会说他家里的事儿。那周母这么厚脸皮的人，都害怕承受整个小区的指指点点。海童，你不要关门，我不进去，我就在这里跟你姐说说话。阿姨，心里是真的烦，再不找个人倾诉一下，我会发疯的。周母就放低了姿态。儿子儿媳妇还没有离婚时，他看到叶佳妮，觉得儿子有眼光。非但不觉得儿子背叛家庭是不对的，反而觉得儿子有本事，都为人夫为人妇了，还有像叶佳妮这样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喜欢。等到他和叶佳妮同住一屋檐下了，他才发觉居家过日子还是海玲更好。叶佳妮充当摆设，红袖添香还行，过日子周母是看不上眼的。偏偏叶佳妮呢，非常的泼辣，也会撒娇。他和女儿联手对付叶佳妮，都吵不过叶佳妮。那个狐狸精呢，还会在他儿子面前撒娇扮委屈样，让儿子心疼。周母想想那情景，都气得心绞痛。你那个好女儿呢？你们母女俩不是最喜欢聚在一起说话吗？找你女儿倾诉去。周母默了默后说道，这红英夫妻俩今天都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，说单位效益不好了，让他们年后不用回去上班。他夫妻俩心情比我还恶劣呢，一失业就夫妻俩都失业，哪怕任辉是想下海经商，在临过年前下岗，那心情也受影响。你姐夫？我现在没有姐夫了。海童不客气地纠正着周母的话。海童，你别这么无情，你姐和你姐夫怎么说都是相识了12年的，做夫妻呢也做了3年多，还有洋洋这个儿子呢，他们才离婚几天呀，你就翻脸无情了。以前呢，你姐夫对你们姐妹俩也很照顾，是红林是犯了错，背叛你姐，那是。周母习惯性的又想嫌弃海玲，话到嘴边就赶紧咽了回去，怕被海童拿扫把打出去。海童冷冷地道，我姐都和他离婚了，我还叫他姐夫，我怕姓叶的那个会说我姐不要脸，还想纠缠他的男人呢。我无情也是跟你们学的。周红英夫妻俩失业了，太好了。海童幸灾乐祸的觉得老天爷睁开眼睛了，开始报复周家这些极品人渣。像周红英那样的人，最好他以后都找不到工作了。活该。海童，我们不说那些了，阿姨现在也很后悔。
姓叶的根本就比不上你姐，那就是个败家精。狐狸精呢，都不知道给我儿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让红林什么都听他的。小三上尉还好意思，要这要那，要大摆宴席。他爸妈兄嫂也是贪得无厌的人，知道我家红林收入高，就那狮子大开口，居然要66万6666元的彩礼，说什么是66大顺，还要求在房产证上加上他的名字，说是红林答应他的，然后再给他一辆车，简直就是个败家精，既败家又贪心。就周母话一说开了，就停不下来。海童，你是不知道的，姓叶的家里人开口要那么多的彩礼。我就问他父母打算给多少陪嫁，他们居然说他们养大了一个女儿，花了不少钱，如今女儿要嫁人，他们只要60几万的彩礼钱，都还没有回本呢，哪有嫁妆可给啊？我真是开了眼界，他们那不是嫁女儿，那是卖女儿。让我们家给那么多的彩礼钱，那好歹也要陪嫁个几十万的嫁妆呀。他们居然说就给几床新被，还可以陪嫁一辆电动车，是电动车，比你姐还不如呢。你姐还掏了几十万出来装修房子，你当年还是个刚出社会的人呢。你姐和红林结婚时，你也掏光了你的身家，给钱你姐置办家私，当成是给你姐的嫁妆。叶佳妮是一分不掏的，只知道掏红林的钱。海童在心里冷笑，他姐姐是比叶佳妮好，周红林不还是出轨了？像周家人就该有叶佳妮这样的人来治一治。周家极品遇到叶家那样更加自私极品的人家，以后他们两家的生活精彩了。海童都想搬到他们家附近去住，能够天天看着两家大战的好戏。叶家还要求大办酒席，到时候女方所有亲戚都过来喝喜酒。我们周家得给他们安排住高级酒店，负责他们所有人的来回车费以及各种开支。周母越说越愤怒，这哪是娶老婆呀，那是娶个祖宗啊！海童呀，阿姨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劝劝你姐，为了洋洋跟红林复婚吧。这句话呢，周母说得很小声，不想让海林听到。海童讽刺的道，你现在不是不能替你儿子做主了吗？人家叶小姐当家做主呢，叶小姐说了算，你这个要当婆婆的，最好呀，闭嘴，什么都别说，否则以后连门不让你进。复婚啊，想让我姐和周红林复婚，除非天下红雨，太阳能从西边升起来，否则不可能。后悔个啥？那周母是斗不过叶佳妮才说后悔的。用姐姐的话说，如果周母能压制住叶佳妮，她过来就不是吐槽，而是炫耀了。你别把话说得那么死，难道你想看着你姐年纪轻轻的就这样过一辈子，还是觉得你姐还能嫁个更好的？海童，你还是年轻呀，这离婚的女人不好嫁，更何况你姐还带着洋洋。若是带个女孩子还容易嫁掉，带着儿子的离婚女人啊，真的不好嫁的。周母极力的游说着海童充当说客，说服海玲和周红林重新开始。我姐就算余生不再嫁，也好过与周红林复婚。你倾诉完了吧？你那手拿开，我要关门了。听了几耳朵周红林和叶佳妮的后续后，海童就把门关上。哎，海童，海玲，你让我进去坐坐吧，我出来时手机没带，钱包没带，现在没有钱吃饭呢，因为那个姓叶的，我被气得一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。周母还在外面拍着门呢。海童径直进了厨房，拿了一个盆，接了一盆水，端着那盆水出来，再去开门，然后一盆冷水朝周母泼了过去。海童，滚！海童，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子早晚也会被你老公抛弃的，我走吧。看到海童要去拿扫把了，周母看了连看都不想看他，从头到尾都不说一句话的前儿媳妇，在海童操着扫把过来时，吓得他赶紧跑了。把周母吓跑后，海童对姐姐说道，姐，以后他再过来，你不要让他进门，就搬张凳子坐在门口，沏一壶茶，准备一碟子的开心果，边喝茶边吃开心果，听着他唠叨，当个吃瓜群众，看好戏啊。
用战印的话说，只要周母不是来抢洋洋的，就不用管他，听他抱怨，才能知道渣男贱女的后续。我都不想搭理他。海玲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她是真的不想搭理钱婆婆。3天2头跑来找她倾诉，都不知道周母是什么心理。按理说，周母应该害怕让海玲知道他们家现在鸡飞狗跳的，可她却主动过来把儿子和叶佳妮的后续告诉海玲，以为海玲会回心转意。笑死人了。彤彤，你在煮什么呀？我闻到焦味了。啊，我的菜啊！海彤赶紧跑回厨房里去，锅里已经糊了一片，都是周母害的。海彤只得重新弄过。在姐姐家里待到很晚了，海彤才回到明苑花园的家，等着战印归来。这样的日子她连过了好几天，便到了战氏集团公司年会的日子。战印拿回来给海彤的邀请函，年会开始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，实际上年会开始的时间是晚上7点，7点到7点半是战印身为公司最高领导人说话的时间呢。战印为了瞒住身份，不吓着老婆，也是费煞了苦心。那7点的时候，沈小军姐弟俩就到了明苑花园。我以为你不会答应苏总呢。海彤开门让好友姐弟俩进屋，见沈小军和她一样，穿着漂亮的晚礼服，拿着一只精致的钱包，脚下一双恨天高，打趣了沈小军一句啊。沈小军笑道，他开的价太动人了，我能抵挡苏总的高颜值，但抵挡不住人民币的诱惑。苏南请沈小军当他的女伴，说2个人相过亲，现在又经常一起吃饭，多少都有点交情了，充当他一回女友，就他于水火之中。那沈小军是拒绝的，苏南就说是花钱请他的，让他看着钱办事就行。由于苏南开出来的价钱太高，沈小军这个不缺钱的人都忍不住动心，那最终答应了充当一回苏南的女伴。2个女人都盛装打扮，穿着高跟鞋，那不好开车，沈小峰只好充当2个姐姐的免费司机。战印想回来接海彤的，被他拒绝了，觉得他跑来跑去太累人。他要是开着更高的价，说要娶你为妻，你也答应啊？沈小军，那可不行，我要嫁人呀，得有感情为基础，不是交易。我也没有你这份勇气敢闪婚。他和苏南相亲过后，苏南也追求了他几次，就熄了火，反而经常约他弟弟出去玩。沈小军凑到海彤的耳边，小声说道：“彤彤有件事，拜托你帮个忙，你问问你家战先生，苏总是不是弯的？我总觉得他现在对我弟有企图。”海彤错愕，飞快地瞄了瞄沈小峰。沈小峰和沈小军有点像，姐弟俩的颜值都很高。沈小峰年纪尚轻，看上去还像个高中生。应该不会吧？当初大家都说战少可能是喜欢男人的，现在不被打脸了，人家老婆都有了。沈小军小声说道，可是苏南对我弟真的太好了，简直就是宠溺，连他最心爱的跑车都舍得借给我弟开。你知道的，这男人有2样不肯借，一是车，一是老婆。我就是觉得苏南对我弟有企图，你帮我打探清楚了，他要真的是弯的，以后不让他再接近小峰。海彤，你怎么不认为苏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？他真正的目标是你吧？讨好了沈小峰，让沈小峰帮忙罢了，向他请沈小峰出来吃饭，小军不放心，不就跟着一起了？海彤笑道，你平时看那么多，男人追妻就那点伎俩，你还不知道？那沈小军张嘴想反驳，又觉得好友说的话有点道理。那海彤的沈小军的手机同时响了起来。海彤先接听的。战印，我现在就出门，大概10几分钟后可以到你公司，你在公司门口等我。沈小军则对电话那边的苏南说道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。苏总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收了钱不做事的。今晚有我沈小军在场，你们公司的那些女职员休想碰你一根手指头。苏南笑道，霸气。
不愧是他花大价钱才哄来的女伴。我安排司机过去接你啦。苏南体贴地道。不用了，我让小峰送我和彤彤过去，等你们公司年会结束后，他再来接我吧。苏南笑道。沈小姐总是不给我表现的机会。沈小军也笑，苏总太忙，不好麻烦你。我和彤彤要出门了，待会儿见。好，我会在公司门口等着你。沈小军嗯了一声，挂了电话，对海彤说道：彤彤，走了，老板催了，早去早完成任务，早收余款。海彤笑道：苏总不是一次性结清的啊，他说怕我不守信用，先给我定金，如果我做不到，还要我100倍返还他的定金。我实现承诺后，他再把余款打到我的账户上。海彤觉得苏南就是放长线钓大鱼。小军早晚都会上钩的。前往战氏集团的路上时，沈小军时不时就催着弟弟小峰速度再快点。姐，这是市区，又是下班时间，车流量大，哪能开快？那不堵车就很好了。海彤笑他，怕迟到了苏总扣你的钱。我就是想快点赶过去，说不定有机会看到战少和大少奶奶呢。苏总说他们公司总裁今晚会带着大少奶奶露面的。每年公司年会，战少都会发表讲话，我们早点到就有机会看到他们。去的迟了，怕是连他们带的保镖都看不到。3个月前，2个好友跟着张太太去管城酒店参加宴会时，虽没有看到战少的人，好歹看到战少保镖团的后背了。那个保镖团个个高大威猛，把战少围住时，他们女孩子根本就看不到战少的真面目。海彤失笑的道：你还在八卦战少的事呀？有什么好八卦的啊？他只要是个正常男人，总会娶妻的。我敢说整个管城的人都在八卦，想知道战家大少奶奶的真面目，想知道战大少奶奶是如何拿下战大少爷的。沈小军笑道：我觉得大家估计是想跟战大少奶奶学学如何征服男人吧。战大少爷是出了名的难攻的，他都能攻下来，那是咱们女人当中的翘楚，是天花板，我们可以跟他学习学习御夫之术。彤彤，特别是你已经有丈夫了，你家那位又过于俊美，外面肯定很多人爱慕他的，要不是他整天绷着一张脸，表情严肃，估计天天都会有爱慕者来挑衅你。所以你要好好的跟战大少奶奶学习一下御夫之术，让你家战先生这辈子都只爱你一个，不会出轨。海彤也有点道理，自己的男人自己守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战大少奶奶。我们提前到的话，应该能看到的呀，以苏总的身份地位，我觉得咱们俩抱一抱苏总的粗大腿，还是有机会跟战大少奶奶见见面，说说话的。海彤心动不已啊，没有感情的时候，战印会不会出轨，他都不在乎，只要他一出轨，2个人可以马上结束夫妻关系。现在有了感情，更有了夫妻之实，海彤就开始在乎战印了。战大少奶奶有什么御夫之术，只要战大少奶奶肯分享，他一定好好的学习，把战印吃得死死的。那小峰，你看看还能不能再快点，万一去晚了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样的好机会呢。心动的海彤也忍不住催促着沈小峰，他是个男人啊，虽说年纪还轻，还没有女朋友，但听着2个姐姐在说御夫之术，沈小峰在心里腹诽着啊，以后他找女朋友可不能找像2个姐姐这样强势的。转念一想，他姐姐也很好，海彤姐也不错，那他还未必能找到像这2位姐姐一样的女朋友呢。会被老婆管就被管呗，只要是贤妻，管一辈子都乐意。在2位姐姐的催促下，紧赶慢赶的，总算在7点半之前到达了战氏集团的门口。苏南在公司门口等着呢，看到沈小峰的车子后，苏南脸上有了笑容，他走过去，很绅士的帮沈小军拉开了车门，伸手要扶沈小军下车。我自己来吧。沈小军没有把手伸给他，自己下的车。他经常跟着姑姑参加宴会，对于这种场合熟悉得很。海彤刚下车，战印就从里面出来了。彤彤，战印看到盛装打扮的海彤，眼神变得炽烈如火。
恨不得把她藏起来，不给任何人看到她的美丽。她是希望她的美丽只为她一个人绽放。战印，海童见她盯着自己看，以为自己这身晚礼服不好看，问她：“哎，是不是我穿上了不好看呀？”“好看。”战印牵起了海童的手，低沉的道：“童童，你今晚真的很好看，来，我带你进去。”海童朝苏南点头问过好后，才跟着战印进了公司。苏南想带着沈家姐弟俩进去，沈晓峰拒绝了。他说道：“南哥，这是你们的公司年会，我不在这里上班，又不是女的，当不了你们的女伴，就不进去了。等你们公司年会结束了，我再过来接我姐回家。”苏南是巴不得沈晓峰不跟着，面上不显，还反复劝说沈晓峰一起进去，快要伸手拉沈晓峰了。苏总，小峰不想进去，别勉强他。小峰，你先去找朋友们玩，等会姐给你发信息，你再过来。海童说苏南对小峰那么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实际上是为了接近他。可是看到苏南对弟弟那样热情，沈小军还是忍不住担心苏南是不是弯的，或者男女通吃，不想让弟弟和苏南过于亲密。姐，苏总，我先走吧。沈晓峰赶紧开车离开，直到他的车子看不到了，苏南才带着沈小军往里走。沈小姐，苏南与沈小军肩并肩走着，他低声要求：“你应该挽着我的手臂吧。”沈小军，咱们现在这样也很亲近了呀。哎，还需要挽着你的手臂？你看战印和海童都是那样的亲亲密密的，才像女伴，才能帮我挡住那些女员工的爱慕。苏南小声说道：“我可以加钱的。”沈小军撇撇嘴，说的好像我很缺钱，很喜欢你的钱似的。好吧，他还真的很喜欢，他给的钱实在是太多了。他是凡人，是俗人，平生最喜欢的就是钱了。我说买假发给小峰假扮我的女伴的，你又不让，说你是货真价实的女人，我缺女伴，我可以请你当女伴。听了苏南的嘀咕，沈小军马上就挽上了他的一边手臂，俏脸上挂着笑，却狠狠地拧了苏南的手臂一下。飞快地看过四周，没有人留意到他，他马上敛起了笑容，恶狠狠地道：“苏南，你是不是想打我弟弟的主意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是敢打小峰的主意，就算你是苏家的男少，有权有势，我拼着我这条命都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我弟是个正常的男孩子啊。”苏南被他拧了一下，正吃痛呢，听着他恶狠狠的警告。苏南停下来，偏头看他，好笑的道：“沈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怎么可能打你弟的主意？我若喜欢男人，战印不够好看吗？我们公司里年轻帅气的精英也有，我真不用打你弟的主意。那你当初干嘛说让我弟男扮女装给你当女伴呢？”那沈小军答应给苏南当女伴，不仅仅是苏南花重金请他，还因为他说了，他要是不帮他这个忙，他就找沈晓峰去，让沈晓峰男扮女装。苏南笑道：“我不那样说，沈小姐肯当我的女伴吗？”那沈小军，你真的不是弯的。苏南的脸黑了黑，说道：“沈小姐，咱们相亲的时候，你也问过我行不行，虽说你没有那种意思，可是你当着一个男人的面问我行不行，很容易让人误会，想入非非的。现在你又问我是不是弯的，我说我不是，你信不？我要是让你试一试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在耍流氓？”沈小军被他说的哑口无言啊。半晌，他说道：“相亲那天，我有问过你行不行吗？我都不记得了，我只记得你那天是用嘴叼着一枝玫瑰花，骑着一辆自行车过去的。你用嘴叼来的玫瑰花还要送给我，幸好我看着你来的，否则都要收下了。话说你也是没有半点诚意的，你若有诚意，在相亲当天就该告诉我你是苏家的男少爷。他要是知道苏南是出自管城的神秘家族苏家，他是绝对不会跟苏南相亲的。”苏南在心里嘀咕，他还不是看到上司隐瞒身份闪婚，虽说把总裁夫人骗得团团转，却能考察到海童的人品。海童若是爱上战印，
必定是爱战印这个人，不会图着战印的身份地位。所以呢，他有样学样。后来看到战印害怕坦诚身份后，海童会一气之下踹了战印。苏南不想步上战印的后尘，打算向沈小军坦诚身份的，谁知道被沈小军提前知道。那沈小军果然疏远他，没有表态说要交朋友，他不得已就走小舅子的路线。结果沈小军想象力丰富，竟然怀疑他打沈晓峰的主意。他要是个弯的，战印早就防他如洪水猛兽了。海小姐说，你不想嫁豪门，我这不是怕连你的面都见不着吗？才会在相亲当天隐瞒身份的吧？沈小姐，我那天去跟你相亲是发自内心的意愿的。哎，我是真的想和你尝试一下恋爱的滋味。沈小军，这个以后再说吧，今晚我是拿钱办事，只要你不打我弟的主意就行。他这么优秀，又是富二代，虽说他家里也有钱，但与苏家的差距有点大。沈小军想到姑姑年轻时的不易，对豪门始终是排斥。他姑姑现在都还要经常与那些太太们周旋，为了给张念生铺路。想起那个打小就喜欢跟在他后面转的表弟，沈小军在心里叹了口气。那天他告诉姑姑，念生爱慕暗恋海童，现在海童嫁了人，张念生都还不死心。在海童明白的拒绝他后，他都还要去纠缠海童。他走之后，姑姑是怎么训斥张念生的，沈小军不知道，只知道张念生连他家都不能来了，去哪里都有保镖跟随，手机也被他姑姑监视着。只要发现他有想联系海童的迹象，他姑姑就会发飙。那张念生也不能更不敢来找海童了，他怕母亲真的会找海童的麻烦，怕母亲逼迫海童姐妹俩离开管城，让他一辈子都见不到海童。直到商家办了一场宴会，公开了商太太与海童姐妹俩的医生关系。张念生本来就没有死透的心，又有点蠢蠢欲动了。他觉得海童有商太太这样的大姨在，谅他母亲也没有本事把海童姐妹俩逼离管城的。为此呢，张太太就头痛不已，私底下跟沈妈妈抱怨。小军才知道张念生竟然还不死心。张念生是个大男人，他连商小飞都不如呀。人家商小飞是个女孩子，也是爱慕暗恋战少多年。知道战少已婚后，商小飞力荐断情丝，说不再纠缠战少就不再纠缠，比张念生好太多了。我不会打你弟的主意的。苏南好笑地道，虽然你弟长得很秀气，要是换上女装，戴上假发，绝对是个美人。那沈小军又狠狠地拧了他手臂一下。沈小姐，苏南摸着被拧的地方，被拧得很痛，可是嘴巴还贱得很，说道：打是亲，骂是爱，你这是想亲我呀？还有一句话，拳打脚踢谈恋爱，要不要我对你拳打脚踢？走在他们前面的战印夫妻俩说的都是情话。察觉到苏南和沈小军没有跟上，海童扭头看，见那两个人好像在闹，他说道：战印，我怎么看着苏总和小军闹得有点不愉快似的？战印看了好友一眼，淡淡的道：不会，苏总的脾气很好的。苏总的脾气要是很好啊，就没有脾气坏的人了。不用管他们，我们走吧。战印让海童继续挽着他的手臂，夫妻俩亲密无间。战印，你们总裁夫人也会来吧？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想看看他，不知道我有没有机会和他说说话。总要先结交，才能请教御夫之术啊。战印淡定地道：你们来晚了半步，我们总裁和夫人在你们到来之前就离开了。总裁每年都是讲了话后就离开的，他说他不走，大家玩得不开心，这也是事实啊。往年战印都是讲完了话就离开，负责年会的人通常都是他的几个弟弟和苏南轮流主持。来晚了，海童遗憾的道：我和小军不停地催着小峰速度快一点，抢在7点半到了你们公司，竟然还是错过了。你给我的那份邀请函时间是不是错的？还是不想让我们这些当家属的听到你们总裁讲话，所以给我们家属的邀请函时间都是晚一点的？是那样的。海童给他找了个好借口，战印顺势就用上了。
还省得他去想着怎么解释邀请函上的时间是错误的。哎，你看到你们总裁夫人了吗？战印温沉的道，看到了，她长得真的很漂亮。她一出现就成了全场最耀眼的女性，把我们总裁迷得神魂颠倒的，美若天仙。战印偏头看她两眼，笑道，在我们总裁的眼里，她是赛过西施的。情人眼里出西施啊，在战印的眼里，他家海童是赛过西施的。海童笑道，也是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你们总裁爱她，自然是觉得她美若天仙。彤彤，战印附到他的耳边，低哑地道，在我眼里，你也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，特别是今晚的你，美的让我一不开眼睛，我都有点后悔了。不该让你盛装而来，你的美丽，我想藏着掖着，我自己一个人欣赏。人靠衣装，佛靠金装，我换上了新的晚礼服。化个淡妆，要是颜值不上一个层次，都对不起你花那么多钱给我买晚礼服。战印在他的腮边亲了亲，海童缩了缩，忙推开他，小声嗔道，正经点，狼少，平时端得很，有了肌肤之亲后。海童才知道这个男人有多热情，有多狼。